大家好，我是张大哥。我们现在看到了这部车是300G1的1993年的引擎内部。大哥今天要做的，来跟各位来介绍一下这300G1这 G car 它到底用 M103 引擎，它引擎室里面到底有哪些东西？我借用这个机会我来跟各位来做个介绍。我看从驾驶座这边开始，我们看到这个呢，这个是辛烷值的调整器原则上调整在 S 是属于比较高辛烷值的。N 呢如果现在它目前是调在 S， 如果调在 N 的话，它照厂方要求是属于用比较低辛烷值的是调在 N。那大哥建议就是说，90年代这个车子的话，因为到现在都已经30年了，应该用加一级辛烷值的汽油比如说原来就是用92老车用95是比较理想的，因为引擎里面都会积碳理论上都会有多少积碳，所以压缩比会变高一点，用95绝对没问题。那这个辛烷值调整器大哥建议随便因为它差别不大。那这个呢这个就是点火放大器导光那这个是点火线圈。那这个呢，这个就是9 pin 的检测孔再往上。往上这个就是刹车总泵，它当然是这车很重，当然是双层的那这个是它的那个刹车油壶那油位开关是在这个位置这条当然就是它的刹车真空管如果这条管有出问题的话，刹车总泵就吸不到真空了。那我们再从这个位置好了，从这个位置来看，这边有个电磁阀这电磁阀，大概来判断应该是属于汽油油箱的活性炭罐的真空阀的电磁阀这个就是机油滤芯机油滤芯，再来这个地方是重点喷油盘是一个比较神秘的东西，因为这颗引擎是宾士 M103 的标准103的引擎，但是 G car 其实它是用 M104 的供油系统，也就是说它的喷油盘，是用104的喷油盘，供油量比103的喷油盘多了将近30%。那喷油嘴它是用细牙的跟560一样所以它103的引擎搭配 M104 的供油系统。那当然103标准一般来讲，它的马力是在185匹左右。那如果说 M104 的供油系统来搭配 M104 的引擎，因为它是24V 双凸轮轴，它整数比较高。它搭配 M104 的本身的供油系统的话，它马力是236，如果换算下来，就大概差了将近快30%的马力。其实，在90年代是很可怕的。那104的供油系外观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说它们的出油量是不一样。那104的出油量就比103的供油系统的喷油盘就多了30%。那当然，它马力才有办法达到236，将近30%的这种状况。那这个是流量感知器那这个呢是油压调整器它稳定整个系统的压力。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呢黑黑的这个就是差压阀了，它是决定整个系统的压力差决定它的供油量整个系统的供油量。那这个呢，这个是怠速马达
啊，这怠速马达它是在维持恒定的800转的转速啊，是由 ECU 来控制它。那这个就是喷油嘴，它用的全部都是细牙的喷油嘴啊。再来这个地方啊，这就是水泵浦的水龟了哈，水泵浦在下面。这个呢，这个就是方向机的泵浦啊，方向机的泵浦。那这根呢，这根是那个引擎的避震器啊，避震筒。再来我们看得到的这个部分是它的温度 sensor， 这主要是温度 sensor， 像这几个都是温度开关。这个是温度开关的真空阀。这个是在做那个油箱的油箱油气的回收，那就是所谓的经过活性炭这个是跟它有关的。再来我往这边走好了。往这边走的话，这个就是高压线在高压线。那因为90年代那时候还没有电子的喷射，所以说还是有高压线的系统。所以高压线它本身是有差不多1K 到2K 左右的电阻，所以火星塞那个年代的车子，我觉得这个年代的车子火星塞是不能加电阻的。以这部车子来讲的话，它的火星塞应该编号是 H7DC， 那它是没电阻的，因为高压线本身已经有电阻了。电阻主要目的就是防止我们那个 FM 的那个频率那个收讯干扰有加电阻，如果火星塞又加电阻比如说 HR7DC 是有电阻的，那它电阻将近5K 4.6K 左右，结果呢双重电阻之后火花就变小了。当然我们谁都希望火花大一点又不干扰别人，所以说这火星塞大家常常会用错，因为 H7DC 没有电阻了，现在没有车用因为现在的车都已经没有高压线了没有高压线的时候，那电阻当然就在火星塞上面。那结果呢，现在没有电阻的火星塞已经买不到了，所以说这个是比较困扰的大家很容易弄错。那这个是压缩机这个是压缩机。那我看它的发电机，应该在下面我现在看不到，应该在下面。那这个是 ABS 控制器。这个是水箱加油的，加水箱这水箱间很重要除了防锈、防冻，还有最主要还是润滑那这个应该就是刹车油这个我还搞清楚，我要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油壶那再来这个是雨刷水箱电池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就是冷气的冷媒加压孔。大概就是大哥今天的介绍，我想就到这里了那我们看到这两条是那个冷热水阀的，就是我们室内暖气的的那个的热水管。那么这个这是机油油尺，这是变速箱油的油尺。因为它的引擎跟 M103，比如 W126啦，或是 W124的310、2601完全是一样的，所以说它引擎体的零件是不难找的。OK 啦，大哥今天的介绍就到此结束啦。
好，拜拜。